1998年，大宇放着《仙剑奇侠传》和《轩辕剑》不做，竟然搞了一款没有剑与魔法，也没有炼妖壶，主角更只是拿着玩具枪的小屁孩。游戏名字还叫阿猫阿狗，一听之下还以为是随便乱取的，没想到这款游戏放着放着却成了经典，而且当年游戏里的一些预言，居然在现今社会中一一实现。像游戏里有个刀疤老大的新偶像，本来是个小混混，暴力贩毒作奸犯科，但经过影片包装之后，变成了热爱家庭、有情有义的新偶像，吸引了一大票年轻人的追随，算是来自26年前的神预言。还有一段剧情特别经典，能够跟动物对话的乐乐，小时候告诉镇上被饲养的猪，人类养它是为了吃掉它，猪不愿意等着被吃的命运，独自跑到山上去奋斗，但山上没吃的，还被狼盯上，狠狠咬了几口。受伤的猪回来躺平，不想努力了，终于理解躺平才是猪生的真谛，拒绝内卷，直接躺平。好，我是猪。多年以后重新打开这个游戏，我还以为我是纯真的木桶镇人，结果早已是成熟的大都市虾格里拉人。台湾人真的永远不会放弃谐音梗呢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奇妙的童年经典，一起看看阿猫阿狗里到底说了什么故事吧。Go！故事一开始，海龟乐乐悄悄瞒着爸妈，从国外偷溜回到小时候生活的木桶镇。结果一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，不要说人了，连狗都见不到半只，只看到一个告示牌，上面写着：此处有凶恶猫群出没，请路人提高警觉。这么可爱的游戏，居然是以这种恐怖片的形式开场。虽然让乐乐觉得黑人问号，回忆中的木桶镇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眼前的冷清跟诡异，完全不像记忆中那个热闹又温暖的小镇。说到木桶镇，乐乐可是有满满的童年美好回忆啊！乐乐从小就自带宠物沟通师的天赋，随时随地能跟动物聊天，每天和麻雀灰灰聊八卦，跟狗狗黑武士讲故事。要是放到现在，那可是能吊打所有宠物沟通师的存在。小镇上，乐乐有2个形影不离的死党。首先是阿吉，科学怪才，全身上下散发出浓浓的理工宅气息，读相对论比看漫画还轻松，随手就能改造出一堆稀奇古怪的小发明，从配得到游戏中那些高科技武器，通通出自他的手。另一位就是热血的红发跆拳道高手阿康，擅长武术，反应快，还喜欢 cos 成各种角色攻击敌人。虽然这胆小鬼一见约翰叔叔就腿软，极度怕鬼，但只要乐乐喊他一声，他立马各种神资源。放到现在，那就叫做跟班。说到这位约翰叔叔，他可是乐乐在木桶镇上的在地亲属，虽然脾气古怪，话不多，身上还自带一股阴气，让小孩们见了都忍不住躲得远远的。但乐乐知道，约翰叔叔其实非常喜欢小孩。乐乐的童年时光就是和死党阿吉、阿康一起成立了木桶小队，还创建了专属的秘密基地。那段时间，他们和镇上的动物一起度过了无数充满欢笑的美好时光。乐乐才刚回忆起旧时光的温馨回忆，没走几步路就看到一群不良小猫正把他的老朋友灰灰按在地上摩擦。乐乐立刻掏出不知道藏在哪里的雨伞，冲上去救援，驱散猫群，救下灰灰。正要试图跟猫群讲道理，霸气又蠢萌的橘猫黄金战舰却完全没有沟通的余地，直接指挥镇上的不良小猫军团追杀乐乐。眼看就要被猫群围殴，幸好儿时玩伴阿康突然登场，手里不知道哪来的不明气体，直接喷向猫群，成功制造混乱。2个人抱着灰灰一路狂奔，跑到腿软才总算摆脱猫群。乐乐边喘气边感叹，许久不见的儿时玩伴，没想到再重逢居然是在这种悲惨场面。确认灰灰猫口求生还活着，但是翅膀受伤飞不起来，要找地方治疗。阿康警告我们，这里还是猫的地盘，很危险，我们到远一点的地方再谈。游戏到这里，我们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。镇上的居民很明显被猫欺负得很惨，基本上是无差别攻击，连老人家都不放过。像是以前猫很乖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凶？还有烤肉时猫都敢光明正大来抢肉，抢完了还抓人2下。听说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些猫作乱，还有镇上的小弟弟有看到戴南瓜头的人在对小猫们训话。综合以上资讯，就是有一个南瓜头操纵猫群在镇上作乱，听起来怎么这么荒唐？乐乐找到阿康，提议像以前一样重组木桶小队，集合伙伴保卫小镇上的和平。现在镇上猫的问题这么严重，不如集结一些同伴，大家一起来维护小镇的秩序。
阿康虽然觉得不错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秘密基地了。乐乐觉得问题不大，约翰叔叔很大，房子很大，刚好可以借来当牧童小队的新基地。阿康一听，整个原地吓到，原来约翰叔叔前几年就去世了，留下来的那间房子现在是闹鬼的凶宅，根本没人敢靠近。乐乐的父母都在国外忙，又一直不喜欢这位阴森森的约翰叔叔，所以叔叔去世的消息根本没有告诉乐乐。看来这次回木桶镇探险，不仅要应付暴走的猫群，还要去探索幽灵叔叔的凶宅。不过乐乐觉得约翰叔叔当年最疼自己了，就算闹鬼也不怕，还是先去看看吧。来到约翰叔叔那座古怪城堡，简直就是恐怖游戏里面魔王所在的最后关卡，常年没人打理，一股阴森气息扑面而来，恐怖到根本没有人敢靠近这里。乐乐和阿康到了约翰叔叔家门口，一位有着天使光环的小女孩正在呼唤约翰的灵魂。没想到约翰叔叔的灵魂突然出现，把天使下的光环都掉了。这个天使看起来不太厉害的样子。天使收妖失败，难过的在门口哭了起来。暖男乐乐安慰天使，帮天使捡起掉在地上的光环，让天使自己把光环装上去。这幕虽然搞笑，但有点暧昧的样子。原来这位天使女孩是木桶镇上的地方天使，负责帮忙指引灵魂升天。在一番自我介绍之后，天使才知道，原来约翰竟是乐乐的叔叔。他这次的任务就是来带约翰叔叔上天堂的。但没想到，约翰叔叔对人间还有深深的执念，怎么样都不肯升天，硬是要留在这里。乐乐一听，当场决定亲自出马说服叔叔。毕竟约翰叔叔生前最疼的就是乐乐。阿康听到之后吓得目瞪口呆，居然要去跟鬼魂对话。乐乐觉得就算是鬼，也是自己的叔叔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说完就往大门前进，立刻去喊约翰叔叔。没想到约翰叔叔一见到好久不见的乐乐，立刻收起吓人的鬼脸，态度180度大转变。看到小乐乐已经长这么大，瞬间从阴森鬼变成开心鬼，兴奋地邀请乐乐进屋聊天。连乐乐的2位朋友，甚至刚刚被吓过的天使，也一起热情地招待。约翰叔叔本来热情的想招待小朋友们吃点心，但突然想起自己过世太久，家里早就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，真的是当鬼当太久，老糊涂了。乐乐好奇的问叔叔，为什么过世这么久还不肯上天堂？没想到居然是镇长害的。约翰叔叔生前曾出钱帮镇上盖马路，唯一的要求是将自己的名字放进路名里。结果那位镇长居然将这条路取名叫做不是约翰的路，还笑着说已经完全按照约翰叔叔的意思办了。镇长这波神操作直接把约翰叔叔气到炸裂，就算天使劝他路是大家的，不必太执着，但约翰叔叔根本听不进去，决定留在人间，将这条路闹得鸡犬不宁。被镇长这样恶搞，约翰叔叔气到不上天堂，恐怕也真的是鬼之常情了，好歹也要叫个约翰东路或是约翰大道吧。约翰叔叔似乎也察觉到自己因为路名的事气成这样，多少有点小家子气，开始转移话题，问乐乐爸妈怎么没一起回来。得知乐乐是一个人回到镇上之后，立刻表示直接住这里，住多久都没关系，就当自己的家。乐乐突然想起灰灰受伤的事，便问叔叔这边有没有药。正当大家还在想办法的时候，一旁打酱油的天使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奇迹般的治好了被猫群弄伤的灰灰，灰灰立刻活力满满的飞了起来。天使这一波操作让阿康目瞪口呆，之前被鬼吓到光环掉落，还以为是辣茶的天使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天使见约翰叔叔暂时还没有想上天堂的打算，便决定带灰灰先行离开，过阵子再回来让叔叔升天。这句话合理吗？天使走后，终于要进入正题了。乐乐告诉叔叔说，最近镇上的猫闹得很凶，想和几位伙伴成立一个维护镇上秩序的团体，所以想跟叔叔借这座城堡当作是牧童小队的新秘密基地。叔叔很爽快的就答应了，反正也是没有人的鬼屋，空着也是空着。阿康决定去把阿吉找回来，牧童小队终于正式复活。
如果你已经看到这边，记得要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感激不尽。肉肉打击，我们下周见，再见。